新版本教大家几套比较强势的上分阵容。今天主要分享直视德莱文的运营思路。这套阵容自开服起就是直视这个收菜羁绊的主流玩法，并且一直不弱。但为什么赤霄要在当前版本推荐这个阵容呢？核心原因是原计划泽力变少了，二费毒狗全部削了一圈，环境渐渐趋于平缓的运营节奏，让这个阵容在中期更容易抽卡和文血。所以当前环境的直视德莱文绝对是 T0级别的阵容。在合适的条件下玩，很容易走到决赛圈，并且吃鸡。首先，我们讲完这个阵容最关键的因素，如何确定阵容。在开局有德莱文和加里奥的任意一张，或者同时有魏和妖姬时，可以考虑确定这个阵容。同时需要观察场外是否有已经开出3执事的选手。X 中最好选择存心失利、上进心、耐心学习这类的连败经济，或者选择射手转、原计划植入这类的强战力海克斯。如果选择强战力海克斯，就需要后面的海克斯补充一下经济。这套阵容中期具体该如何运营呢？核心是稳定住连败，有钱的情况下，可以在3-5的时候拉7，小弟一些质量，并尝试能否找到劫开出5执事。在3-7收菜的时候，如果有锅、神器、光明装的情况下，都可以考虑收掉宝血。如果奖励开的实在很差，可以冒一定的风险再输2波开奖励。这套阵容既可以在7级开出如下构筑。第3星的德莱文和加里奥，也可以上8先找2星4费的泽力、杰、猪妹文雪，再慢第3星的执事。这2种情况具体应该如何抉择？核心是要看你的装备和抽卡情况。如果你的装备太少，只够德莱文、加里奥的一套装备，就不要上8，因为你就算抽到了2星4费也没有装备给。而如果你的德莱文和加里奥数量太少，并且还没有小尼寇，就尽量不要在7级地排。如果没有地出3星的执事牌，很容易锁不住血。接下来我们根据这张图简单讲一下阵容的装备选择。这里比较推荐加里奥和德莱文各自承担一件破甲和重伤的功能装。德莱文的无尽是刚需，但是不要给他阳刀，数据特别差。数据最好的是科技枪，有吸血的德莱文还能很方便鳄鱼直接咬德莱文。如果有光明升级的话，光龙刀的数据是最好的。对加里奥而言，头盔的数据很差。最好带一件狂徒、星之钢或者免卫来保证他的坦度。劫的话带战士装就可以了，有多余的无尽可以分给他，一般是带偷偷的。猪妹给一个兵甲，保证他能开出大招就可以了。正常情况下很难递到2星。鳄鱼最好带迅击转或者距离神器，如果都没有，就带水银、血手、银血之类的战士装。近战的鳄鱼还可以省下一个重伤的装备，泽力就捡剩下的输出装破烂就行了，例如分裂、巨杀这些都能带。简单讲一下这把直视的对战思路。我们的装备起牌有一点像狮子狗，加上我们有一个小尼口，如果不能用这个小尼口打出连胜的话，就最好连败找一个毒狗类的阵容来玩。因为我们一开始的质量很差，加上合不出装备，所以这里其他的海克斯都不太好选择。我们选择拿下地理街区作为经济类的海克斯。这里我们起牌有2执事，只要我们选秀找到执事牌或者中期嫖到执事，我们就可以开3执事进行连败。到时候无论去玩狮子狗还是去玩执事都是可以的，具体还是看我们的来牌和海克斯。这里想要连败就不要想着换怪宝血了，因为我们执事是大连败开，这个时候每多一波连败层数都能上涨很多，并且能够吃到很多连败的经济。选秀正好把德莱文发到我们脸上了，如果没有这张德莱文的话，在这个回合或许会考虑用免费刷新强行递一张德莱文或者加里奥，当然一定是在外面没有空城玩家的情况下才进行的选择，否则如果被断了的话，提早开出执事来也没有什么大用。出野怪我们找到了4执事，不过这里装备实在报的有些差，只有一把大剑和弓，连全套也没有。这里如果想合出德莱文的科技枪和武镜，还有些遥遥无期。海克斯这里碰巧遇见了最适合连败的灵魂连接，虽然另外一个背心有点差，因为我们这把游戏肉装真的有点过多了，但是也是可以接受的范围内。我们选择直接拿下这2个金色海克斯。目前的装备实在有些过差了，我们只能想着选秀和野怪能够爆好一点的装备出来。但是碰巧这里出了一张腰带的劫，其实这里是很想拿全套的泽力的，犹豫了一下还是选择拿下了劫。这里其实并不是一个好选择，因为其实并不差这么多的层数，但如果少这一个全套，德莱文连无尽都合不出来的话，我们后面是很难锁住血的。3-6这里我们已经上得很弱了，没想到还是凭借灵魂连接把对方给赢了下来。不过刚好能开出300层，倒也关系不是特别大。
问题是这里我们开的奖励特别差，是法师全家桶。这个法师全家桶拿下来只能卖掉作为经济，根本无法帮助我们稳住血量。我们的血量还能够支撑2波连败，所以决定冒险吃指示到4-3再收菜。因为我们这把肉装实在太多了，如果收菜不能收到装备的话，我们是很难锁住血的。4-1这里还是把该核掉的装备都给核掉。我们31血，4阶段的基础掉血是8，所以只要稍微换3-4只怪就一定不会死。这里海克斯直接拿下最好的大白宝袋，多出来的重置器还能帮助我们挑掉不需要的肉装。因为我们这把装备根本不够，所以没有上8地。这一回合和下一回合是一定要把3星的德莱文和加里奥给冲出来的，否则我们很容易直接被老8抬走。我们这里敲掉不需要的肉装，敲了一个最好的无尽，这样的话我们的后排就勉强有一定的装备作为支撑了。这里刚好差一点没开出450层来，不过440层开出的2个鱼骨头就已经非常强了，特别是我们还找到了一张鳄鱼。这里有2个鱼骨头之后，我们装备就对了起来，加上这把加里奥有狂徒作为顶级的肉装，并且已经3星，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可以慢慢发育，递出其他的质量来。其实这把游戏我们已经抽得很差了，正常情况下这里2个3星都应该抽了出来，不过这里我们的装备分配是合理的，加上整体的质量也过关，所以少一个德莱文3星也并不影响，我们等后续慢慢抽出来就可以了。正常来说，就算在7级抽卡，也依然能在3张4费卡之间抽出1张2星来。虽然我们这把1张都没抽出来，但是我们刚好抽到了1张鳄鱼，也算弥补了这方面的缺陷。只是这个阵容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点，就是加里奥必须要站在德莱文的前面。这个站位在打像狮子狗这样的战士型阵容时是很关键的。加里奥能够提供控制和保护，防止德莱文和泽利突然暴毙。强行递出3星德莱文之后，这个阵容只要上8补1张塞纳就可以了，也基本上没有什么更高的提升空间了。这里的站位其实都挺有讲究的，除了加里奥一定要挺在德莱文前面之外，泽利也尽量跟德莱文同侧，一是为了能够更好吃到破甲和薄木，二是方便泽利跳到外面去，如果有狮子狗跳进来把泽利秒掉的话，也不会直接影响到德莱文。塞纳也最好放在离德莱文稍微远一点的地方，这样就算狮子狗跳进来也关系不是特别大。最终我们也是一路连胜，直接拿下了对手。直视羁绊作为收益与风险并存的羁绊，是需要极其强大的细节控制能力的。希望大家在这个视频中能学到直视阵容的具体细节与玩法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